那你有没有想过啊，就是让人工智能帮你设计一张海报啊，这个有多难？不光要好看，关键是呢，上面的文字呢还得准确啊，不能出错。这个呢，不只是生成图片这么简单啊，它涉及到的这个技术就很多。比方说文字要准啊，渲染要清晰啊，而且整个画面的艺术风格啊、版式啊、布局啊，都要和谐统一，这样才可以，是吧？那之前的这个海报生成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问题呢？因为它们基本上都是拼起来的啊，就是它分步去做。比方说，我先做这个文字。然后呢，我再做背景，然后我做主体，然后呢，我再拼起来。所以说这种方式呢，就生成出来的东西特别生硬啊。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个高质量的生成海报的技术啊，叫做 Postercraft。那这个呢，是来自于港科大还有美团这些科研机构提出来的一个新的思路。那它主要的思路是什么呢？就是我是统一去生成，而不是再像原来一样去搭积木啊，搭出来那个东西呢，不伦不类。所以说呢，一开始的目标就是训练一个统一的海报。那分布的目的是让海报变得越来越好，而不是分布生成不同的东西，再把它叠加上去啊。所以说整个的这些技术就保证了整个生成海报的这个质量就很高。下边呢，大家看一下，这就是 Postercraft 在 GitHub 上的这个首页。那我们可以看到啊，就是这里边呢会有一些基本的例子，那这些例子的质量呢，的确都是非常棒的。那你现在如果想应用这个技术的话呢，主要有两个层面啊。第一个呢，你可以在 Conf.ui 里边去使用，但是这个呢，我建议大家不要在本地去部署啊，因为它需要的显存还是比较大的。那基本上呢，我们需要大概24G 的一个显存，24G 是可以跑出来的啊。第二个就是你可以在鲍布脸的交互式程序里边去使用啊，就是点开这个。你只需要在这儿写上提示词，就可以生成高质量的海报啊。好，下边呢我们分别给大家演示一下。首先呢，我们先来看一下 Running Hub。那我在 Running Hub 上呢，给大家构建了对应的工作流，大家可以通过 Running Hub.ai 来访问这个平台，然后点击左侧的工作台，就可以新建和导入你的工作流了。回头呢，大家可以在平台上搜索一下有趣的80后程序员。回头呢，我们可以在我发布的工作流里边找到我们今天用到的所有的工作流。好，下边呢我们就看一下这个工作流。这个工作流呢非常的简单，大家看一下啊。最核心的节点呢就是这两个，第一个呢我们叫做 Running Hub Postercraft Sampler， 这个主要是一个采样器啊。那这个呢是一个模型的加载，而且是一个整体的加载，所以说它这叫 pipeline。大家注意啊，这个海报生成呢最合适的尺寸，或者是叫官方推荐的尺寸呢是832×1216。然后呢我们采用28步采样 ，Guidance Scale 啊采用3.5。然后呢，种子随机就可以了。下边呢，我们先来看一下生成的这个效果，我把它放大一下。大家知道这个是什么吗？注意，我这个生成的叫迪士尼的全家福，这个是我们在迪士尼的对应的动画片里边看到的所有的这个角色，包括狮子王米老鼠、唐老鸭冰雪奇缘的各种各样的角色。大家看一下啊，这个海报的质量的确都很高，而且你注意，它整个的这个字体的设计是符合迪士尼整个的这个风格的，是吧？非常的漂亮啊。那有人说这个东西要生成好像难度也不是很大啊，难度最大的地方在哪儿呢？是在提示词是怎么生成的。那提示词到底是怎么生成的呢？这个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啊，这个不是我写的啊，这个呢也是由大语言模型来生成的。这个我使用的依然是 Gemini。我们看一下提示词的生成器，在这儿呢，我给大家训练了一个提示词的生成器。大家看一下，我所有生成的内容呢，都是靠提示词生成器来生成的。这个提示词生成器最关键的是我们这个提示词工程啊。那这个提示词工程，回头我会放到我们的这个影片的描述区，还有我们的评论区啊，你自己去用就可以了。用任何的一个大语言模型啊，拿它当这个提示词，那我们都可以生成对应的内容。好，下边呢，我们给大家解读一下这个提示词生成器，我把它拷贝一下。大家看这个内容呢，其实是比较多的。那么包括这个角色与任务啊，说你现在是一个 Postercraft 的这个提示词工程师，核心任务是将用户提供的一些非结构化的自然语言描述的海报啊，把它转化成一个符合 Postercraft 这种模型要求的最终提示词。
而且呢有对应的这个内容，比方说海报的内容、视觉的描绘、具体的细节，而且为了保证它能够理解我在说什么，我每一个都给了对应的实例，包括第二个部分啊，艺术风格，这个也有对应的实例啊，包括文本元素，包括样式和位置，最后呢是布局，那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东西。而且我要求它是生成中文和英文2版提示词。那为了大家直观的认识到这个提示词生成器的一个作用的话，我给大家演示一下。海报内容我们写米老鼠骑着狮子王，然后呢我们来生成一下。大家看一下，现在出现的是中文的提示词，下边是英文版的提示词啊。具体的我就不看了，我们就直接来生成一下。那演示的话呢，我就在这个抱抱脸的在线 demo 里边来给大家演示啊，这个速度会更快一些。那我们粘贴上，然后下边我们直接来生成一下。大家注意啊，我现在的这个免费的点数用完了啊，它有一个次数的限制啊，那没办法，我现在呢就用这个来给大家生成啊。那我们把这个提示词给它粘上，下边呢我们直接运行一下。好，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效果呢也就生成完了。就是整个的这个风格啊，包括人物以及我们要求的这种动作都是非常精准的。那这个文本呢也是他自己生成出来的，而且你注意它这有迪士尼的这个标志，对吧？所以说呢整个的模型的知识库呢是非常强大的。好，下边呢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就是说这个模型为什么能把这个海报生成的这么棒。那如果你去读它的论文的话呢，内容会比较多啊，但是最核心的就是这张图。看一下这张图呢，代表着这个海报生成模型它做的4个事情，我们简单的给大家解释一下。第一个呢是 text render， 就是先生成文本。这个呢是这个模型首先要做的一个事情，就是说我先保证我生成的文本是什么，是准确的啊，不要出问题。第二个呢会有一个叫海报的一个优化啊，它这儿用到了一个书籍集叫 HQ Poster 100K， 这里边呢收集了很多的这种非常棒的海报。那其实呢就是让这个模型去学习一下海报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构啊，它在构图上有什么样的特点。完了之后呢，它这儿有一个什么呢？这个是一个增强性学习的这样一个阶段，这个阶段是用来干嘛的呢？是学习美学特征的。那我们学习到了海报的一个生成，那我生成的这个东西是不是符合人们的这种美学的观念呢？就是靠这个增强性学习啊。增强性学习呢往往有一个判别器，如果你做对了我就给你一个正向的激励，如果你做错了我就给你一个负向的激励啊，就这个意思。那这个判别器大家可能也非常清楚啊，用的是 HPS。 因为我们在给大家讲这个回馈模型的时候讲过，回馈模型呢主要有2种啊，第一种叫 HPS， 第二种叫 MPS。 我们用的那个回馈模型呢一般呢是基于 MPS 的，而这个就比较单一啊，用的是 HPS。 所以说呢经过这个阶段，那么这个模型就知道什么样的海报啊它是高质量的海报。那最后一个阶段叫做视觉反馈精炼啊，你听这个词啊就非常高大上啊，视觉反馈精炼什么意思呢？说出来就不高大上了啊，就是把这个海报啊给那个多模态的大语言模型，它主要用的就是 Gemini， 然后呢问一下这个多模态的大语言模型，就是根据你的理解或者你的知识库，你觉得呀这个模型需要再怎么调整一下啊，比方说这个是不是对比度啊需要做的再棒一些啊，然后呢这个大模型会给一些反馈，那这些呢也是模型训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如果你去看它的官网，那我们可以打开它的这个官网啊 website 这个部分，它下边呢有一段直观的这个表示啊，我们来看一下，看这4个阶段说的很清楚啊，用到了多少个数据集。下边呢我们在这儿看一下这4个阶段直观的一个表述啊。第一个呢大家看一下就是生成文本，我们只说生成文本对吧，大家看一下。然后呢它没有第2个阶段，然后直接进到了第3个阶段，就是增强性学习的这个阶段啊。增强性学习的话呢，其实呢是用判别模型让生成的海报呢更漂亮。比方说你看一下在这里边这2个人对吧，就比较小啊，但是在这儿就比较突出，同样这也是。所以说呢这是第3个阶段。
你可以分别去看看啊。然后呢，最后一个是我们说的数据精炼。在这儿呢，它这儿有一个大语言模型啊，它会反馈给他说，你需要保证环境当中的角色和人物的这种光影的一致性，是吧？它这儿也有需要增加脸部的这个对比度啊，它这儿有对应的这个建议。所以说，经过这4个阶段就可以保证啊，生成的海报这个质量是非常高的。那解读完它的这个技术的话，我们继续来看例子啊，这是第一个。这是我们用迪士尼的一些角色做的一些海报啊。第二个呢，这个我生成的是特朗普和埃隆马斯克的对决，大家看一下。埃隆马斯克不是特别像啊，但是特朗普还是比较像的啊，两个在发力角逐啊。大家知道这哥俩最近可能处的不是特别好，是吧？大家看一下啊，这个质量也是非常高的。那这个其实比较失败啊，就我想表述的是什么？就是 Flux Context， 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这个技术啊，给人工智能带来了一些新的亮光啊，但是它最终可能涉及到的内容很多啊，它整个的构图变成这个样子，似是而非。但是就海报本身来讲，光影啊、构图啊、文字这个都没有问题啊，但是它可能还表现不出来说 Flux Context 给人工智能到底带来哪些方面的一些改进。这个比较简单啊，诺曼底登陆战啊，那我的关键词就是诺曼底登陆啊。这儿有一句名言啊，可能看过这个电影的都知道啊 ，The day that changed the world， 就是说这一天呢改变了整个世界。它这个时间啊，1944年的6月6号是吧？那这个应该都是对的。这个跟那个米老鼠骑狮子王是差不多的啊。我做的是一个钢铁侠大战哆啦 A 梦啊，你看一下，钢铁侠 vs 哆啦 A 梦，然后这儿还写着 The Summer， 我不知道是不是一个电影海报啊，但是整体的感觉是不是非常的棒？这个呢是我生成的一个中国武侠风的这样一个海报，和其他的模型一样，大家会发现它没有办法把中文非常好的给你显示出来，但是呢，整体海报的感觉还是非常漂亮的。这个是一个商品的海报，一个红酒的，而且我想突出它的高贵、健康，还有这个高品质啊。大家看一下，这个整个的这个红酒的感觉做的也是非常符合我们这种商业海报的这种质感的啊。最后一个呢，其实是一个失败的尝试啊。我的提示词是大闹天宫，他大概呢明白啊，可能是要打仗啊，但是对于孙悟空啊这样的角色他是不能理解的，所以说呢，我们得到的就是这么一个效果。好，那通过这些例子以及我对这个技术的解读，我相信啊，很多人可能都想跃跃欲试的去试一下。我还是告诉大家，不建议大家在本地去安装这个东西，要么呢你在 Running Hub 上自己跑一下，要么呢你就在爆爆脸的在线 demo 这儿去试一下就可以了啊，它只不是每天有这个次数限制，对吧？还等什么？赶紧自己试一下吧！关注我，做一个懂爱的人。